那魔之风暴中有些可怕的力量不断的散发，空间都被呼呼的扭曲碎裂。那等狂暴的魔之风暴简直恐怖至极，原本就是一片废墟的上古圣城，此刻在这些魔之风暴的肆虐之下，直接是连废墟都不算了，因为那些建筑直接被魔之风暴冲击的粉碎，并且这魔之风暴中还有着极度可怕的分解能力，直接是将这些建筑都纷纷的分解开去。苏有微以及武瑶见到这一幕，直接再度运转体内的神圣之力下，瞬间击穿了那道黑色光束，并且直冲那黑雾的万丈魔影，毫无意外地冲击在了那魔影之上。那充满着无尽气运和剑意的攻势，竟是直接将那万丈黑雾魔影给瓦解了开去。而令所有人都不曾察觉下，那魔影竟是诡异的一笑，最后被气运之力和剑意统统给轰散开去。解决掉这个魔物了吗？众神指强者望着这一幕，也是自语了一声：不对，那魔物的气息并没有消失，而是渐行渐远了。见到那万丈魔影消散，苏有微和武瑶在第一时间感应到了异样，眼神突然一动。刚刚那些魔之风暴中突然间急速消散，而当最远处的那一道魔之风暴消散时，竟是有着一道狼狈的魔影，散发出一丝丝魔气，直接是破开上古圣地的空间，以一种极其惊人的速度，迅速地对着这上古圣地之外的空间飞快遁去。什么？那武灵全魔竟然这都没死，而且还被逃了。六大神势力的宗主面色大变起来，皆是为那武灵全魔的顽强生命力感到骇然。那家伙被神元宫那两位主母联手攻击，而且还2次遭受重创，竟然还能够残存性命并且逃走，真是令他们想都不敢想象。难怪就连上古圣地之主都无法击杀对方，只能舍身封印。这家伙竟然是故意施展那道强大的黑色光束，借此隐匿自身在那魔之风暴中，成功避开了苏有微和武瑶的感知，以此寻找时机遁走逃离此处。萧炎的面色一片凝重，他没想到这武灵全魔会如此的狡诈与果断，心机之深真是深如渊啊！这些魔物还真是难缠呢，想要将其击杀恐怕也有些困难。苏有微和武瑶二人凝视着那洞穿空间而去的武灵全魔，喃喃道：当年能够胜得了上古圣地之主，自然是身怀强大的本事，不过看今日这样子，怕是不能将此魔物斩杀于此了。两位大娘，你们真要让那魔物逃掉啊？此时雨涵那急忙声音传出，刚刚自己还差点被这魔物重创，要不是苏有微和武瑶及时出现，其后果怕是极为的危险了。所以对于这些魔物，雨涵可没有半点的好感。听到雨涵的呐喊声，苏有微和武瑶二女的嘴角也是微微抽了抽，而后没好气的看了雨涵一眼，道：那魔物拼了命的逃走，哪有那么容易拦截得住？此话一出，下方那些神势力的强者皆是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口气，然后其内心则是波澜起伏。没想到连神元宫的2位主母同时出手，都无法将其斩杀，这的确有些出乎意料。看来今日这魔物还真的给他成功逃脱了。但是也随着那魔物的逃离，在那诸多敬畏的目光之中，那神元宫的2位主母也是旋即步伐一迈，直接是穿透空间，出现在了雨涵和小拢的面前。你这妮子就知道私自乱跑，要不是你爹窥探到了你会来上古圣地，恐怕凶多吉少，回去要将你禁足了。苏有微和武瑶二女面露严肃，沉声地说道。然而面对着他们这般神色，雨涵却依旧笑嘻嘻，还直接上前抱住了他们的手臂，那一副毫不在意的模样，令得苏有微和武瑶只保持了数息，便是化为无奈之色。显然对于他们这位妮子非常的疼爱。我和哥还不是为了让自己能够在上古圣地获得一些神器宝物，让自己的实力提升起来，日后才能机会进入神元宫的禁地历练呀。闻言，苏有微、武瑶二位当母亲的则是伸出手指轻点了一下雨涵的脑袋，然后又看向了一旁的小拢，也是无奈摇了摇头，似乎对于小拢和雨涵也是没有一点办法。旋即，苏有微和武瑶的目光转向了一旁的萧炎，面庞上露出了一抹笑容。苏有微轻声说道：小兄弟，刚才真是谢过你先前护着小拢和雨涵这妮子了。闻言，萧炎也是有些尴尬的挠了挠头，若是早知道小拢兄雨涵姐有这2位母亲和姨娘盯着这里，他也就不用画蛇添足了。瞧得萧炎那有些尴尬的模样，武瑶似是知晓他心中所想，然后道：不过这也并非是无用之功，刚刚那时刻，即便是我们马上出手，也无法顷刻间的将其那道攻势阻拦而下，以他们如今的实力，断然是挡不住那魔物的可怕一击。只是你体内的那股奇特力量似乎非常的强大呀，据我推算，那股力量应该还不是全部的力量。闻言，萧炎也是继续的挠了挠头，这2位神元宫的主母所说的那奇特力量，应该就是焚神九火。目前萧炎只吸收了1道神火，所以只能施展出焚神九火中的异火之力。如果日后将9道神火集齐的话，那么就能够获得焚神九火中的无上神力，到时候仅仅挥一挥袖袍，就能让灭神府的这些全魔就此当场陨落。只不过萧炎距离那一步还是非常的遥远的。呵呵，多谢神元宫2位主母相救。此时6大神势力之人便是来到苏有微和武瑶的面前，皆是极为尊敬的拱手道。得苏有微和武瑶摆手示意，然后道：各位神势力的宗主不必言谢，此次我也只是救起我的孩子而已，顺手击退那魔物罢了。听见神元宫2位主母的回话，
那6位神势力的宗主也是一笑，但是对他们的恭敬依旧保持着，毕竟他们可是神元宫的主母啊。神界中的超神巨擘势力乃是那位神界大传奇元尊的妻子，如果能够与这神元宫搞上一点关系，那么直接可以让他们现在的神势力得到极大的受益和好处。不过他们也是知晓神元宫是何等的存在，想要与其搞上关系，怕是非常的难。但是对于这些各大神势力的宗主来说，虽然不太可能，但是仅仅这想法在他们的脑海中闪过时，也是令人精神大振。而眼前的这2位神元宫主母，实力也是极其的非凡，能够直接打跑这强大的魔物，就足以证明了他们的实力。在这3大神界中，几乎所有的超神势力都存在于诸神万界之中，而对他们这些神势力而言，诸神万界乃是他们所向往的发展之地，当然也同样非常的凶险。而能够在那凶险之地扎根创立超神势力，无疑不是一方超级神之，所以想要在那地方创立新生势力，必须拥有这5重天卫神的实力才有机会。但是像元尊这等大传奇人物，在整个神界之中能够与之比肩的并不多，毕竟元尊的实力可以做到以一己之力对抗了整个神指联盟，就算是那9大副盟主全部出动，都奈何不了元尊，也只能将其击退。如此战绩且不败的这种恐怖程度，看来当时元尊在那神藏中所获得的大道机缘，直接令他在神界中彻底的崛起，登顶神界之巅。也就是有着这1号大传奇的诞生，才彻底的平衡了如今神界的局面，不然那神指联盟早就彻底的统治整个神界了。自那一次见识到元尊的大道力量后，就算巨无霸的神指联盟都得收敛了一丝，但收敛归收敛，神指联盟之所以能够成为巨无霸的联盟势力，自然有着极其强大的底蕴和势力。如果真闹得双方不愉快的话，神指联盟也不会惧怕神元宫这等超神巨擘势力。虽然说鱼死网破是后话，但是一旦逼急了都会如此，所以现在双方无形的形成了平衡前置，是目前来说最好的。如果这平衡前置一旦被破，那么整个神界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当然除了神元宫这等超神巨擘势力，还有着其他底蕴非凡的超神势力，也同样制衡着神指联盟的独大。而明暗的争斗皆是会有的，只是不会闹出很大的动静。苏前辈，武前辈，没想到这武灵拳魔这么强大，最后还是给跑了。萧炎望着刚刚武灵拳魔逃走的虚空处，不然将其击杀的话，就可以让灭神府损失1名拳魔。呵呵，这武灵拳魔的确很不简单，想要将其抓住击杀，虽然我们做到，但是得需要花费一些代价。苏佑微微一笑，然后武瑶也是柔和的笑道：这武灵拳魔在灭神府之中都实属中等战力，将其击杀他实在是有些头疼，毕竟他的实力可不弱于那些5重天卫神的超神势力之主。萧炎闻言也是有些微微惊讶，能够堪比5重天卫神的魔物，都是达到一些超神势力的中坚力量了。目前对于萧炎来说，比起神指联盟，这灭神府在以后怕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了。这灭神府本就神秘诡异，接触这些魔物的神指也是极其的稀少，但是一旦接触，几乎都是毁灭性的打击。不过武瑶说这话的语气则是极为的平淡，根本不在意灭神府会不会将他们的神元宫被剿灭了。但这些都不是他们所要考虑的范围，毕竟神元宫是那位神界大人物的元尊坐镇，想要剿灭超神巨擘势力的神元宫，怕是灭神府也得掂量掂量吧。好了，既然已经将这里的事情处理了，小龙雨涵，我们也该回去了。此时苏有微看了看这片残破不堪的空间，然后收回目光，看向小龙、雨涵2人，微笑道。闻言，小龙和雨涵也是微微点头。刚欲出口和萧炎等人告别时，一道令苏有微和武瑶都动摇了一下的声音传入他们的耳朵中。哈哈，没想到你们2位既然都成为了我那周元老弟的爱妻了呀！随着这一句话在场传开时，也是让得在场的人身躯也是一愣，然后他们闻声望去时，只见一位男子站在不远处，他那仿佛见到当年熟悉的老朋友时，面露惊喜之色，又带着这些年来的对老朋友的怀念之色。苏有微和武瑶也是第一时间将美眸投望而去，见到让他们都有些欣喜若狂的意味，同时感受到这位男子身上有着涛之气韵时，更加的令人熟悉。吞吞2字一出，那男子的眼眸中竟是已经有着热泪在打转，而苏有微和武瑶也是如此。然后吞吞直接走到了苏有微和武瑶的面前，3人相互对视了一眼，还是当年熟悉的面容，还是当年的那个味，直接让他们此时回到了当初还在天元界时的种种回忆。虽然过去了很久很久，但今日3人相遇时，那些当年的画面都是历历在目。我可总算找到你们了，当年你们离开天元界之后就没有回来过，如今我飞升第1等级世界，为的就是找你们。还有周元老弟和夭夭现在怎么样？3人叙旧了片刻后，苏有微、武瑶也是开心的一笑道：此事说来话长，要不你跟我们一起回去，自己亲自找他们叙旧叙旧。吞吞当即就是点点头。飞升第1等级世界也就一段时间了，此时也终于找到周元和夭夭的下落了，还遇上了紫霄之神和武神上古圣地的这一趟，算是来值了。萧炎以及各大神势力之人皆是被眼前的一幕给震惊到了。
不过萧炎也为此吞吞找到当初的老朋友而高兴。在吞吞与苏佑威和武瑶的聊天下，也是得知天元界此前差点被先天神给毁灭的事情。不过好在萧炎展示出了强大的力量，才将先天神彻底的抹杀，才让的天元界再度恢复到了和平。然后苏佑威、武瑶和吞吞三人皆是将感激的目光投向萧炎，然后三人则是缓步走到萧炎的身前，微微一笑，道：小兄弟果然不简单，刚刚我从吞吞那里已经了解过一些信息，这一次的天元界危机还真是非常感谢你的出手，帮我们击杀了先天神，为了表示答谢，给你一块我们神元宫的天元令。说完，苏佑威伸出他那纤细白嫩的手臂，在其手掌之上悬浮着一道金色之物，仔细一看竟是一道精致的金色龙形状，并且在其上散发出一股极其特殊的气息，令人心生忌惮。仅仅一道神元宫的天元令竟然都拥有着如此强大的力量，就连各大神势力之主那三重天位神的实力，在这金色天元令之上皆是感受到了一股极其强大的特殊力量。天元令，萧炎接过这金色龙形之物时，那股特殊的力量直冲他的体内，瞬间让的萧炎自身的神力变得更加的精纯一些。而那些各大神势力的宗主见到此物，都是眼露羡慕之色，但是他们深深知晓，这等宝物怕是无缘于他们。不过他们内心却想着，这来自第3等级世界的小子还真是好运啊，竟然直接与神元宫都扯上了一些关系。想要这里，他们也只能眼睁睁的羡慕嫉妒恨了。小兄弟，这天元令乃是我们神元宫公主所炼制的一件特殊宝物，其中有着一些气运之道，如果你能在其中领悟，对你日后在神之路上的修炼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关键。你所修炼的是火道，而如果加入气运之道一起修炼以及领悟道义法则，必定能够有着更大的突破。苏佑威微笑地讲解道。听着苏佑威的话后，萧炎也是有些被震撼到了，毕竟他可以见识过气运之力，气运的力量极其的特殊，不同于神之力量，但其威力无穷无尽，也可以算是一个大机缘了。对于这样的特殊宝物，萧炎自然不会傻到说不要，毕竟自己飞升第1等级世界后，需要更多的神之资源，让自己在神之路上走得更远，才有机会成为超级神之，往神界的更高处俯视一切生灵。那就多谢苏前辈、武前辈还有吞吞前辈了。萧炎收起手中的天元令，再度对着眼前的三人拱手弯身感谢道。苏佑威和武瑶二人也是满意的点点头，然后扫视了这片天地一圈后，再度说道：当初上古圣地之主凭借2道神器上古镇魔塔和猪龙剑，以及古通化灵阵的大神技之法，才将武灵全魔封印数百万载，应当是留下了3道神魂印记。如今只有2道神魂印记消散，那么这里必定还有1道神魂印记。一旁的萧炎以及各大神势力之人闻言，心头皆是忍不住的一震。听他们话中的意思是，上古圣主还有1道神魂印记残留。见到萧炎等人那震惊的模样，苏佑威、武瑶则是对视了一眼，道：上古圣主的确在那一场大战下身陨，但却在最后留下了3道神魂印记在上古圣地之中。然后他们转过目光，看向了那道古通化灵阵的阵法。虽然此时的阵法已经遭受破损，但是依旧有着微弱的阵法气息在散发。当时他们刚进入时所看到的一道巨大魔兽黑色骸骨之中，就有着1道上古圣主最后1道印记。难道那个魔兽黑色骸骨之中也残留了上古圣主的神魂印记吗？萧炎瞧的苏佑威和武瑶的视线当即有些惊愕起来。随着话音的落下，神元宫的2位主母那纤细洁白的手臂一挥，顿时有着2股一紫一红的光芒爆射而出，直接将麻魔兽的黑色骨骸笼罩光芒之中。很快，那巨大的魔兽骨骸直接被这奇异的光芒所融化，随着被彻底的融化之后，最后化为了1道光影。那道光影一袭白袍，气度潇洒而从容，隐隐间又是有着一种无法形容的压迫之感散发而出，与此前所遇见的2道上古圣主所残留的神魂一模一样。上古圣主竟是再度出现了。没想到当年我舍身封印魔物，依旧未曾将其彻底抹杀，反而还要得数百万载之后的后人相助，实在是有些惭愧呀。上古圣主白袍飘飘，显然刚刚这里的战斗他已经知晓。上古圣主望着众人，也是面含欣慰之色，他的视线在苏佑威、武瑶以及萧炎等人的身上扫视了一圈，道：当年我上古圣主创立上古圣地这一方超神势力以来，风生水起，只是无意间招惹了那灭神府，却一夜之间也被对方剿灭。上古圣地中的诸多神职强者纷纷陨落，从此我这上古圣地的超神势力也永远的在神界中消失。此等仇恨，我恨不得想要将灭神府屠尽，但我却没有那么能力。而如今，只是令我没想到的是，数百万载之后，又是诞生出了如此优秀人物的出现，竟然能够打跑那令我都无法斩杀的魔物。所以此前我就和诸位说过，上古圣地的神奇宝物以及传承都可以靠着机缘获取，但要是日后强大起来，一定要为上古圣地那诸多神职强者的亡魂报仇。虽说如今的上古圣主仅仅只是1道残留的神魂，但毕竟
他也是曾经一名五重天卫神，实力和眼力自然非凡。但是见到苏佑薇和武瑶这2位神元宫的2位主母时，按照他的探测，就算是他全盛时期，都不见得就能够赢过眼前2女。毕竟刚刚这2女与那魔物的对抗中，施展出了令他都忌惮的强大力量。不过对此，现在的时代中有着如此强大的超级神之，也是有些欣慰。上古圣主看了苏佑薇和武瑶等人一眼，旋即笑了笑，目光再转向了萧炎的身影之上，同样也是有着浓浓的欣慰之色涌现而出。萧炎小友，你体内的那股力量，真是让我都羡慕不已。还收服了一道神火，足以震慑8方了。想当年我也去探寻过神火，只不过那神火的力量太过恐怖，最后未能得手。看来你对于火道的领悟造诣比我高深多了。哪里，晚辈也只是运气好罢了。萧炎也是拱手谦虚道。上古圣主则是冲着萧炎微微笑了笑，然后伸出一只手，对着不远处地面上插着的猪龙剑一抓，便是有着一道剑光呼啸而来。剑光消散后，上古圣主的手中已然握着猪龙剑，然后看着萧炎微微笑道：当初这把猪龙剑乃是我在万兽神界的一处遗迹中所得，如今见你与我有些机缘，我便将这把猪龙剑赠予你。说着，上古圣主就把手中的猪龙剑丢给了萧炎，后者也是顺手接住，然后一道剑光从剑身上一闪而过，散发出可怕的剑气。这猪龙剑乃是72大神器排名第9，拥有着无比可怕的力量。此前白炭前来为的就是找到猪龙剑，才能化解祖龙族如今在万兽神界的危机，而现在看来也的确如此。猪龙剑不仅有着可怕的力量，同时还有着能够压制万兽血脉的奇效，特别是针对万兽神界中那些龙族有着更加明显的血脉压制。晚辈侥幸或前辈所留之物，日后如能够成为一方超级神之，大恩必不敢忘。萧炎则是郑重地对着上古圣主行了一礼。此前不仅获得了那位4重天卫神的传承，而后又获得了上古圣主寄予的2道神器，这对于在场的所有人来说，萧炎是最幸运的，竟是获得上古圣主如此多的神器宝物。上古圣主见状，目光之中有着一道光芒流转，说道：不知你对我那道大神技是否有兴趣？大神技？萧炎也是愣了愣，难道是那股通化灵阵？这上古圣主是要将他的所有技能都寄予自己吗？此等大神技能够封印一名5重天卫神实力的魔物，自然人人都想获得。可是古通化灵阵只有一人能习的，那就是被上古圣主所选中的传承人萧炎。而在场的那些各大神势力之人，都是对萧炎投去羡慕嫉妒的目光。这家伙的运气实在太好了，直接获得上古圣主2大神器不说，还有一道大神技。虽然说这是针对封印，但是其威力可是巨大无比，不然也不可能会将一名如此强大的魔物封印数百万载之久了。而这道大神技，就算是如今这些前10的神势力都不曾拥有，因为大神技只有超神势力的底蕴，方才能够获得如此强大的大神技。至于绝世神技，那就更不用多了，恐怕一些超神势力都不存在绝世神技这等功法了。而对于萧炎来说，上古圣主这些诸多的传承秘宝，自然也会多多少少有所垂涎。此番他跟随着小龙雨涵以及祖龙族的白炭一起前往这上古圣地之行，获得了如此多的神器至宝，自然是非常的满足。这也是一件天大的机缘了。若是真的获得一道大神技古通化灵阵，在日后如果遇上一些强敌的话，自然也是能够多一些强敌的底牌，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。而在众多神之的目光注视之下，萧炎倒也没有故作矫情，当即点了点头，道：晚辈也早就听说过前辈的这道大神技古通化灵阵，其威能无比强大至极，今日晚辈所幸获得，极为感谢。一旁的苏佑薇和武瑶等人见状，也是微微的笑了笑，见到萧炎也不矫情，大大方方，倒是显得真性情，为此感到欣赏。要知道，此等大神技，就连眼前这些前10神势力的宗主级别人物都得眼热心动，更何况目前第3序列神的萧炎呢？哈哈，好样的，你这小辈倒是很让老夫喜欢。上古圣主也是笑着点了点头，显然对于萧炎的回答颇为的满意。日后你能修成这道大神技后，也是一记强大的底牌，对你未来的修炼之路有着极大的优势。听到上古圣主的此话，就算是以萧炎的心性，都是忍不住的泛起一抹激动之色，然后也不多言，直接郑重的对着上古圣主行了一礼。苏佑薇和武瑶这2位神元宫的主母，见到上古圣主将大神技古通化灵阵传给穆萧炎，也是微微一笑。对于后者，他们2位也是颇为的欣赏与满意。看来自家这位妮子和小龙2人10人倒是也有着不错的眼光。况且这一次他们出来，也是想见一见元尊嘴里所说的那位不凡的年轻男子。如今一见，的确是有着强大的天赋和力量。或许萧炎在未来能够在第1等级世界闯出一些名声也说不定，只是这一切目前还说不准，只有时间才能告诉他们这个答案。好了，既然这里的事情已经解决，我们也就不再逗留了。苏佑薇和武瑶同时说道。上古圣主也是对着这2位神元宫的主母抱拳道：灭神府那些魔物极其强大，而且他们似乎在大咒中找寻什么东西，这一次让武灵全魔给逃了，怕是还会贼心不死，日后还望2位以及神元宫多多注意了。闻言，苏佑薇和武瑶2女的神色也是变得肃然起来，
而后微微的点了点头。对于这灭神府，他们也在元尊的口中听说了一些关于这道神秘势力的信息，的确是一个非常难缠的劲敌。如今神元宫乃是一道超神巨擘势力，自然是会随时关注。最后苏幼薇和雨涵的视线转向萧炎，微微一笑道：小兄弟，谢过你之前出手相救小妮子和小龙二人，日后若是遇见什么困难，需要我们神元宫相助的，可直接来诸神万界的神州之地找我们。闻言，萧炎则是对着苏幼薇和武瑶抱拳一礼道：两位前辈护持之恩，晚辈不敢忘。以萧炎的聪慧，怎会不知苏幼薇和武瑶这是在给他一份护持之礼？毕竟在这神之路上，需披荆斩棘，艰难重重，劫难诸多。就算是神之骄子，也是在这神之路上夭折陨落。而苏幼薇和武瑶明显是有着惜才之意，不愿见萧炎日后在这神之路中因故陨落，这才给予扶持。这份恩情不可谓不轻。苏幼薇和武瑶显然是没想到萧炎能够知晓他们此举的深意，当即相视一笑。这个小辈可真是玲珑剔透，想来日后必会不凡。萧炎弟弟，有机会来神元宫找我们哦，我们那里有着极其丰厚的修炼资源，对你的实力提升可得有着明显的帮助。在一旁的雨涵有些不舍地说道。自然这一次上古圣地之行已经结束，他与小龙也都要回去了，毕竟出来也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了。萧炎弟弟，此次我们回去便是要前往宫内禁地，开始在其中的强者历练，准备要往三重天位神的领域突破了。下次我们再见时，你可莫要被比下去了。小龙也是一笑，那一份洒脱也写在了他那俊美脸颊上。萧炎兄弟，我们就此别过了，希望你能够在第一等级世界里闯出一片新天地。吞吞也是缓步上前，对着萧炎郑重地说道。